魏无羡笑道：“哎呀，这不是有咱们蓝老师吗？再说了，昨天都那么晚了，万一打电话过去打扰到金陵休息，可怎么好？”江厌离有些心疼地摸摸魏无羡的发顶，你说阿玲那孩子也是，什么也不操心，自己大舅舅病了也不留意。说罢，他转过头看向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蓝忘机，多亏了蓝老师帮忙了。蓝忘机颔首道：“应该的。”江澄拎着一袋子走来，一下甩在魏无羡的床上，底下的小护士非要叫拿上来的，说什么饭后15分钟服用。他撇了撇嘴，我说魏无羡，你好端端的又做什么幺蛾子了？你胃怎么了到底？魏无羡答道：“啊，没什么大事。”随后觉得哪里不对，略有些心虚的瞟了一旁的蓝忘机一眼。他记得住院之前好像是做了检查的，那么一定会有检查报告送过来，蓝忘机也一定是唯一一个看到了的。魏无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心如明镜。当年他孤身一人前往安国，身上只有早年参加各种竞赛攒下的奖金，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不得不一边找各种工作挣钱，一边深入学习计算机程序。当年的他有着阴暗而又坚定的计划，且注定要砸不少钱进去，所以他只能拼命赚钱，省吃俭用。一方面为了多抠一点钱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实在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他经常隔一天才会吃一顿饭，并且一般都是最便宜的快食餐饮，可谓是能省则省。时间长了，一来二去的，再好的身子骨也经不起这种恶法，于是魏无羡便生生染上了萎缩性胃炎，连带着还有较严重的胃溃疡。这一切，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让自己的亲人知道来让他们担心。只是蓝忘机对自己情况一定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魏无羡怕他会毫不留情地拆穿自己。他小心翼翼地看了蓝忘机2眼，见他面色如常，没有要开口的样子，这才松了口气。然而江厌离却有些将信将疑道：“真的没事吗？我可听3班的学生们说，你当时连站也站不起来了。”魏无羡从善如流道：“真没事儿，谁这辈子还没胃疼过？”说罢，他的目光转向蓝忘机，朝他挤了挤眼睛：“是吧，蓝湛？”蓝忘机正在帮魏无羡接水准备药，闻言默了默才道：“嗯。”魏无羡回过头，冲江厌离嘿嘿了2声。江厌离笑道：“行吧，连蓝老师都这么说了，阿羡饿不饿？姐带了小米粥来。”魏无羡忙道：“排骨汤，没有莲藕排骨汤吗？”江澄给了魏无羡狠狠一个暴力：“傻逼吧，刚犯了胃病就要吃肉，要不要命了？”魏无羡炸毛道：“江澄，你疯了？我可是病患，你敢打我？”他这一动，手上的吊瓶剧烈晃动，手上已然开始回血。蓝忘机见状，连忙放下手中的水，一个箭步过去按住魏无羡，微怒道：“魏婴！”魏无羡也没想到这么一出，忙安静下来，一动也不敢动。江厌离见状，慌忙起身出门喊道：“护士，护士！”江澄明显愣住了，一抬头便见蓝忘机回头看着他，琥珀色的眸中含着冷意，带了几分不悦。江澄，不是我。魏无羡看情况有些不对，讪讪笑道：“啊，那个，没事儿，就是闹着玩。”蓝忘机看向他，眼神暗沉，眉心微蹙，脸也有些黑：“你什么时候有事过？”他转过身，没再说话，走进厨房。魏无羡请假了整整1周，蓝忘机也破天荒地请假了1周。于是3班和5班2个孤苦伶仃无人看顾的班集体相依为命，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复杂情感。其中最为甚者是3班的物理课代表蓝思追和5班的生物课代表金陵，2个人总能在各种时候碰在一起，问作业、印讲义、拿卷子，以及去宿舍后面打水。金陵拎着手里的水壶，蓝思追笑着冲他打招呼：“嗨。”金陵转过身去接水，不知是被热气熏的还是怎么着，面颊微有些红，语气里略带崩溃：“怎么干什么都能遇见你？要吐了。”蓝思追淡笑不语，只是在回宿舍的路上经过小卖部时，给拉着自己去打水的蓝景怡买了一串烤鱼丸，在外面吃完，宿舍里禁止进食。蓝景怡手中握着这串5好班长头一次买来的烤鱼丸，有些受宠若惊：“啊啊，好的好的，谢谢。”蓝景怡嘴里咬着还有些烫的鱼丸，望着蓝思追飘然而去的背影，恍惚的小声喃喃道：“今天吃错药了。”
就在5班的学生们被代课的老教师摧残的快要找根绳子上吊的时候，魏无羡终于迎着众少年期盼的目光走进教室。孩儿们，你们的爸爸回来啦！5班同学无不热泪盈眶，爸爸好，爸爸辛苦了。魏无羡倚在门框上，向班里的同学单眨一只眼睛，走了，发什么呆呢？全班同学欢乐的宛若一只只脱缰的小鸟，跟在魏无羡后头屁颠屁颠地奔向5楼的实验室。也许是在 M 国时参加了太多竞赛的缘故，魏无羡十分不倡导在教室里空讲理论的教学方式。在他看来，物理，先有物才有理，光讲道理是十分没有用的。哪怕是压着学生们疯狂做题，取得了高分，可等日后真正需要时，却大都是死板的。所以，他的课大都在实验室进行。用学生的话说，他就是活脱脱一个心机 boy， 总喜欢给他们看一些特别神奇、特别反人类的东西，然后轻飘飘地抛出一句想知道为什么吗？却又时不时来上一句还是不告诉你们了，简直吊足了人的胃口。几个霸道总裁文看多了的女生大呼磨人的小妖精。没几天，这个称呼迅速传遍整个年级组，俨然成为了某魏姓老师的专属代名词。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方法的确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连带着许多公式、知识点记忆起来也更加容易。在第一次月考里，5班的物理稳居年级第一，且第2名的3班和第3名的8班全都是魏无羡手底下的班，让一众不看好他的老教师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瞧。教导主任蓝启仁老先生虽然对这位曾经在他手底下劣迹斑斑的学生吹胡子瞪眼，却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为自己被拐的二侄子生着闷气。蓝忘机上了5楼，独自走在长长的走廊上。他远远的就听见了魏无羡在讲课，虽分辨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其声明朗轻快，叫人的心也不由得随之微扬。魏无羡的语气里带着笑意，不知又插科打诨了句什么，霎时间只听闻整个实验室都爆发出欢愉的大笑。蓝忘机的眸中流露出一丝笑意，又很快被敛去。他脚下加快了步子，顺着笑声停在一间物理实验室的门口。魏无羡站在最前面的实验桌前，一只手拎着一块怀表，另一只手捏着一根粉笔，靠在黑板边跟学生们一起笑得正开心，一双桃花眼弯弯的，闪着耀眼的光。蓝忘机看着他，只觉得心跳都被这微飘的桃花眼勾得快了几分。里头的学生本笑得正欢，看见蓝忘机的瞬间全都止住了笑，迅速正襟危坐，整个教室鸦雀无声。